美香发现电车不太对劲，已经开了超过20分钟都没有靠站，车厢里除了她还有另外5个人，但他们都睡着了。这个情景让她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。怎么感觉好像如月车站？欢迎来到奇幻角落，我是玛丽莎。如月车站是日本网络论坛 Nichen 上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。事情发生在2004年，当时一名叫做叶山纯子的女性，她深夜的时候发文说，她搭到一班奇怪的电车，开了很久都没有靠站，车上除了她还有另外5个人，但是他们都睡着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上网留言问网友的意见。后来电车终于靠站了，却是来到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地图上也根本找不到的车站，也就是如月车站。接下来纯子不断更新留言回报她的状况，网友也持续给她各种建议。最后只知道纯子遇到一个男人，说是能开车带她去车站，但最后却带她往山上走去。之后纯子就没了下文。如月车站真的存在吗？除了纯子，还有其他人也去过吗？今天我就要告诉你。来到如月车站的第2个人，这个人叫做佐藤美香。那天下班后，他和几个同事去吃晚饭，所以比较晚回家。坐上电车的时候，已经快要11点了。上车后，他就一直滑手机。后来才发现，电车好像开了很久都没有到站。通常2站间的车程大约是3到5分钟，再久也不会超过7分钟啊。他发现车厢里还有另外5个人，只是他们都睡着了，没有发现这个异常。美香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这样不是和那个叫做如月车站的都市传说很像吗？电车不停，车上其他人都在睡觉。美香立刻上网查，没错，如月车站的传说开头就是这样的。当时发文的叶山纯子还依照网友建议去驾驶室查看，美香决定照做。不过她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她不是遇上什么诡异的都市传说。美香到了驾驶室外，发现情形竟然也和纯子当时留言中描述的一样。驾驶室的玻璃被帘子遮挡住，敲门也没有回应。电车仍然不断往前开，美香有点害怕了。她不知道怎么办，也只能在论坛上留言。总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我好像也遇到和那个如月车站这个都市传说相同的事情了呢，我该怎么办？很快就有人回应，但都只是在开玩笑，叫他到了要拍照打卡，或者是买纪念品什么的。还有人问他是不是喝酒了，真的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美香觉得很无助，她看向窗外。这个时候，电车开进了一条隧道。美香每天走这条路线上下班，从来没有经过什么隧道。现在这辆车到底要开去哪里？车子一出隧道就开始减速，美香燃起一丝希望。她想，搞不好是她刚才睡着坐过站不知道啊，所以她现在只是来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。等一下车靠站了以后，她下车去对面的月台，再坐返乡的车回去就行了呀。车子终于靠站停下，但美香一下车就发现不对劲。那是一个很小的车站，像在偏僻的郊外，周围一片安静，看不到一个人。但最让美香震惊的是，月台上的站牌写着 Kisaragi 如月车站。怎么会？真的有如月车站这个地方吗？传说叶山纯子下了车，想查看返乡电车的时间，但如月车站里完全没有时刻表，而电车也就在这个时候开走了，纯子就被留在了这里。想到这一点，美香赶快回到车上。虽然她不知道车子会开到什么地方，但总比一个人待在荒郊野外的无人车站要好吧。但车门却一直没有关上，车子也没有要再开的样子。美香等了又等，突然她想起来，刚才的车厢里不是还有另外5个人吗？刚才月台上只有她一个人下车，那5个人一定还在车上，她可以去找他们商量啊。美香回到原本的车厢，果然那5个人都在，而且还在继续睡觉。真奇怪，这些人有那么好睡吗？美香决定先叫醒其中一名年轻女性。小姐，小姐。那个女的醒了，她抬起头，睁开眼。美香立刻大吃一惊，因为那个女的眼睛里竟然没有瞳孔。车厢里另外4个人好像和这个女的有联动关系，他们也同样醒来了，睁开眼，眼睛里也全都没有瞳孔。然后这5个人同时站起来，迈着像是丧尸一样的步伐，慢慢朝美香走来。美香当然吓坏了啊！她被逼到门边，她没有选择了，只能逃出车厢。她本来还怕那些人会跟出来，但是没想到她一下车，车子就关上门开走了。美香终究还是被留在了如月车站。
根据叶山纯子当时的贴文，她原本想离开车站去找计程车回家，但出站后发现外面一片荒凉，什么都没有。纯子后来是按照网友的建议，沿铁轨往回走，但经过隧道之后，纯子遇到一个男人，说可以开车送她去车站。于是纯子跟着男人，却是往山上走去。当时纯子又在网上留言说她会找机会逃跑，但那个就成了纯子最后的留言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讯息。美香拼命想着，如果她和纯子一样沿铁路往回走，最后会不会遇到和纯子一样的事情呢？还是其实要走相反的路线才有机会离开这里？美香决定要冒险一试。她走出车站，外面真的和纯子的贴文里说的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房子，就是一个荒郊野外。半夜自己一个人走在这样的地方，美香当然很害怕，但她忍耐着，一面走一面安慰自己，说不定等一下就能看到灯光。果然，就在美香走了大概快要1个小时，她发现前面有微弱的光线，会不会是那种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或是加油站呢？美香振奋起来，加快脚步。光线越来越明显，美香看到前面真的有一个建筑，她高兴的小跑步起来。但等到她看清楚的时候，差点没崩溃。那个不是便利店，也不是加油站，而是如月车站。美香走了这么久，这么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又回到了起点。美香又累又彷徨，她在月台的长椅上坐下，怎么办？还是就坐在这里等天亮好了。美香渐渐打起瞌睡，但没多久她就醒来了。她是被一个声音吵醒的，听起来像是太鼓声。虽然声音是从远处传来，但因为周围很安静，所以听起来很明显。美香想起纯子的网络贴文里也有提到太鼓声和铃声，不过纯子是走在铁轨上的时候听到的，为什么她现在在车站也会听到？鼓声伴随着铃声越来越靠近，似乎正往车站这边走来。深夜的鼓声让美香听得心慌，她再也坐不住，走到车站门口，躲在墙边偷偷往外看，却看到一个非常不写实的画面。车站外有一个游行队伍，但组成那个队伍的不是人，而是狐狸。那些狐狸穿着祭典的衣服，用2只后脚在行走，2只前脚则拿着太鼓，一面敲打，一面往车站走来。这应该是民间传说里才会有的画面吧？现在怎么却真实出现在眼前？如果那些狐狸发现他在这里，他们会怎么样？美香很害怕，她不想被狐狸看到，于是她转身就跑回月台，往下一跳，然后沿着铁轨往前跑。她拼命跑，不敢回头，快要喘不过气了也不敢停。她一直跑到她确定完全听不到太鼓的声音之后，她才敢停下来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喂！突然冒出一个人声，又吓了美香一跳。她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老人。那个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铁轨旁边。不要走在铁轨上啊，很危险啊！美香立刻想起来，纯子的贴文里也有提到这个老人。请问可以告诉我要怎么离开这里吗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不要走在铁轨上。是的，我听到了，请告诉我到底要怎么样才……突然，冷不防的太鼓声响起，美香吓得左右张望，虽然没有看到狐狸，声音却逐渐逼近。美香隐约感觉这个鼓声好像在催赶她似的。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，鼓声又越来越大，美香害怕起来，只能继续往前跑。不多久，美香看到隧道就在前面了。她要进去吗？她就是不想和纯子走相同的路线啊。但是最后她还是被逼到了这里。如果她穿过隧道，是不是也会遇到纯子遇过的那个男人？如果她拒绝和那个男人走，又会怎么样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美香发现隧道里隐约透出亮光，还传出一种熟悉的声音。隧道里像是有某种力量在召唤她，让美香忘了刚才的犹豫，立刻跑进去。隧道里明显是一个电车站，光线明亮，人来人往。刚才听到的熟悉声音正是站内的广播。天啊，美香想，原来车站就在这里，原来回去的方式就这么简单，只要搭上下一班地铁，一定就可以离开这里。美香往月台跑去，月台看起来离她不到100公尺，这样的距离跑得再慢，半分钟也就到了。但是好奇怪，她明明在往前跑，在移动，但是那整座车站和她的距离完全没有改变。她可以清楚看到车站的灯光，走动的人，也可以听到广播声和人声，但她就是没有办法缩短这个距离。前面的景物就像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，看起来那么真实，却又到不了。
美香很着急，她没有时间去想怎么回事，只是认为是不是跑得不够快，只要她可以再快一点。突然，美香背后传来鸣笛声，她回头一看，有辆电车正朝她开过来。美香真的吓傻了，她就站在铁轨中央，电车开来绝对会撞上她。美香没命的往前狂奔，电车的声音就在她背后了，美香却偏偏在这时候绊倒，往前一跌。美香害怕的闭上眼，脑中一片空白。但是过了好几秒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耳边也静了下来，只听到她自己的喘气声。美香睁开眼，哪来的电车？而她原来已经跑出隧道了。美香忍着绞痛站起来，隧道里又是一片黑暗，没有电车，也没有车站。刚才看到的一切像是一场幻觉。她现在站在隧道外，周围一片雾茫茫。传说中，纯子出了隧道就遇到的那个男人呢？他会出现吗？美香想要在那个男人出现前先离开，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就在她犹豫的时候，来不及了，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正慢慢朝她走来。一定就是那个男的要来带她走了。美香的心跳加快，害怕地看着那个人影。人影越来越清晰，当美香可以看清楚的时候，她惊讶地发现，那不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女的。那个女的走到美香的前面就停下来了，没有太靠近。她看起来很普通，穿着一般的上班套装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请问你是？你要去车站吗？你知道车站在哪里吗？我可以开车带你去。可是我没有看到车子啊。车子不在这里，你要跟我走。那女的说完，转身就走，但美香没有跟上。走啊！我不要。你是不是要和那个男的一样，带我去山上？然后我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我当然知道，网络上都有写。你看过我的贴文？什么？你的贴文？美香吃惊地盯着那个女人。这个女的，难道你是叶山纯子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真的是你？你的事情很有名，是吗？那个女的，也就是叶山纯子，她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，接着就在美香的询问下，说起了她后来没来得及在论坛上写下的部分。那个男人其实不是人，而是这个空间的化身。一旦选择和他走，就代表接受了邀请，自愿留下来。当时纯子跟着男人往山上走的时候，虽然察觉到不对劲，找机会往山下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再也离不开这个范围，无论怎么跑，都只能回到山上。现在我已经是这里的一部分了，最远就只能走到隧道口。但是你刚才很明确的说了不要喊我走，所以你还有机会回去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回去吗？请你告诉我，拜托你。纯子叹了口气，才娓娓说起这一切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和现实世界重叠的异度空间，偶尔这个空间会和现实世界错开。要是有人不巧，刚好身处这两个世界错开那个瞬间所产生的破口，就会掉进这个异度空间，就像他和美香。这里你也看到了，很寂寞。他们希望能有更多人留下来。那些太古呼吁的工作就是负责把人赶到隧道口，好让人更接近山上，因为只要上了山，那个人就离不开了。那铁轨旁的老人呢？那是山下先生，他很好，他其实是在提醒不小心掉进来的人还有回去的机会。如果有人走在铁轨上，只会妨碍现实世界再次回到轨道，也就等不到回去现实的电车。回去的电车？刚才隧道里有车站，我要去那里搭电车吗？隧道里的车站指出很响，如果有人犹豫要不要走进隧道，那个车站就会出现，只是要引诱你走进去而已。那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回去？回到你下车的月台，你只需要在那里等到现实空间再次转回来，和这里重叠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就这样吗？只要等就可以了吗？可是我怕遇到狐狸，狐狸会出现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剩下只能靠你自己了。美香要纯子试试看，和他一起走。但纯子只是摇摇头，然后就随着一阵飘来的浓雾消失了，又只剩下美香一个人。她不再多想，忍着对黑暗的恐惧，走进隧道，加快脚步往回走。她出了隧道，回到铁轨上，但她想起纯子说的，走在铁轨上会妨碍现实世界的回归，于是她赶紧改走铁轨旁边。半路上，她再次遇到那位老人，也就是山下先生。山下先生看见美香走在铁轨旁边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微笑着向她点点头。终于，美香回到如月车站的月台上。这一个晚上，她走了不知多少路，原来回去的路就在原点。不知道要等多久，但美香相信纯子说的，只要等到现实空间再次转回来重叠就好。事实上，她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选择相信。她可以等，只要那些狐狸不要。
远处又传来太古的声音，美香害怕的果然又来了。不过就是些大不如狐狸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美香这样告诉自己，只不过是看起来有点诡异，有点奇怪，有点可怕。美香紧紧闭上眼睛，捂起耳朵，只要看不到、听不见就可以了。她现在知道那些狐狸的目的是要把她从这个月台上赶走，他们只是想让她回不去，所以她更不可以移动。万一错过空间的重叠怎么办？美香虽然捂起耳朵，但她还是可以听到太古的声音越来越靠近。美香怕得发抖，但她还是坚持站在月台上。她可以听到太古的声音已经来到她的背后，她甚至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动物气味。她知道狐狸已经包围了她，她可以感觉到有只狐狸正凑在她的耳边，像是在闻她的气味。美香害怕地蹲下来，尽量蜷缩身体，但包围她的太古声却让她的恐惧无限放大。美香感觉她就要崩溃了，她终于大叫出来。突然，太古声消失了，美香睁开眼，却立刻被一道强光照得睁不开眼。等美香用手遮住光线，她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辆电车要进站了。车门打开，美香跌跌撞撞地冲进车厢。车厢里光线明亮，车内还有不少乘客，有的原本在看手机或打瞌睡，现在全被美香吓了一跳，奇怪地朝她看来。车门关上，车子往前行驶，熟悉的车上广播响起，下一站正是她住处所在的那一站。窗外的景色变回熟悉的城市夜景，美香忍不住落下眼泪。她真的回来了。美香回到了现实世界，但这段经历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她不敢再搭电车，不管多远多麻烦，她都宁愿以其他的交通工具代步。几年后，在另外一个论坛上，有个自称是叶山纯子的人留言说他回来了，但美香认为那只是其他人冒名留言的，因为留言者说他不知道时间过去了7年，在他的感觉里只像过去了3个小时，和他遇到的纯子的说法完全不同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我是玛丽莎，说故事的人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赞和热推，也请分享给你其他喜欢听故事的朋友。记得要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你们的收看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奇幻角落，我们下次见。